如果你觉得只要体检报告没红，我就很健康，那么彼得·阿提亚 （Peter Attia） 博士可能会当面告诉你，你正在以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，有计划的迎接死亡。在2026年，最昂贵的税不是个税，而是健康无知税。大多数人的一生是这样度过的：前40年挥霍健康，后40年胡乱进补，或把积蓄交给医院，最后在衰弱和病痛中狼狈收场。阿提亚提出过一个令人心碎的概念，边际10年，意思是，在你生命的最后10年，你是能自己扣上衬衫纽扣，能抱着孙子去公园，还是只能躺在床上插着管子？请耐心看完这支影片，因为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分钟里，你将获得一套能在2026年这种病态环境下逆向生长、拒绝早衰的底层操作系统。你不仅会学会如何从现在开始校准你的生物钟，更会掌握一套精准的身体资产配置方案。这意味着，当你的同龄人开始步履蹒跚、思维迟钝时，你依然能拥有20岁时的心肺活力和30岁时的肌肉强度。我们要给你的，不是虚无缥缈的长寿承诺，而是让你在80岁时依然拥有攀登高山、拥抱生活的身体绝对自由。如果你想在80岁时还能像50岁一样灵活，如果你想撕碎那份已经注定的慢性病死刑判决书，请深呼吸。接下来的这10条建议，每一条都是阿提亚博士用几十年的临床数据凝练出来的长寿核弹。这不仅是医学，这是你人生的资产配置。但在我们切入正题之前，你必须先清空脑子里那些陈旧的，甚至带有误导性的健康常识。阿提亚博士要教你的，不是如何苟延残喘，而是如何实现生理机能的跨维度碾压。在这个充满科技狠活和信息干扰的2026年，平庸的自律已经不足以抵御环境的侵蚀。接下来的这10条法则，本质上是在给你的身体系统进行一次彻底的版本更新，它可能会颠覆你对运动、饮食甚至衰老的所有认知。如果你已经准备好放弃那种听天由命的活法，那么让我们直接进入 Medicine 3.0 的核心阵地。第1条，重新定义医学 3.0， 别等火烧眉毛才找消防队。目前的医疗系统，医学 2.0 本质上是修理厂。你得了癌症，他们给你化疗；你心脏病发作，他们给你搭桥。但这在阿提亚看来已经太晚了。长寿的核心在于预防，而且是极度超前的预防。你需要关注的是那些在20年后可能杀死你的4期室心血管疾病、癌症、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兹海默症和2型糖尿病。长寿不是一种运气，它是一场需要从30岁就开始布局的精密战争。如果你等到60岁才开始担心血管堵塞，你已经输掉了一半的战局。第2条，运动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神药。阿提亚博士曾多次直言，没有任何一种补剂，任何一种药物，其抗衰老效果能达到运动的1/10。如果你每天花300块买各种 NAD 加或鱼油，却舍不得花30分钟去流汗，那你是在典型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运动不是为了瘦，而是为了维持你身体的物理架构。它对降低死亡率的贡献是全方位的，它直接决定了你细胞线粒体的质量。在2026年，不运动的人在生物学意义上就是在加速氧化。第3条 ，VO2 max 最大摄氧量是你余生的存折。如果你问阿提亚哪个指标最能预测你的寿命，不是胆固醇，也不是血糖，而是你的 VO2 max。数据表明 ，VO2 max 处于最低层 25% 的人，其死亡风险比最高层的人高出5倍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比吸烟和糖尿病带来的死亡风险还要高。VO2 max 代表了你心脏和肺部的极限耐力，它是你边际10年生活质量的硬指标。如果你现在上3层楼就开始喘气，你的余生余额已经严重不足。第4条，肌肉量是你晚年的保命险。很多人中年后追求老来瘦，这在阿提亚看来极其危险。肌肉流失症 sarcopenia 是老年人失能的头号元凶。肌肉不仅是用来发力的，它还是你全身最大的葡萄糖垃圾桶。肌肉越多，你的代谢灵活性就越强，你就越不容易的糖尿病。更重要的是，在80岁时，是一身肌肉护住了你的骨头，让你在摔倒时不至于骨折丧命。记住，老年人的骨折往往是通往死亡的快车道。第5条 ，Zone 2区心率训练给你的细胞除锈。阿提亚极度推崇 Zone 2训练，也就是那种你可以一边慢跑一边勉强说话，但不觉得痛苦的强度。为什么要练这个？因为在这个强度下，你的身体在强制线粒体利用脂肪作为燃料，这就像是在给你的细胞发电机进行年度大修。Zone 2训练能修复你受损的代谢系统，
从根源上预防2型糖尿病。长寿的人不一定跑得最快，但他们的细胞一定最能抗压。第6条，蛋白质摄入的亮氨酸阈值。在饮食上，阿提亚非常激进的建议提高蛋白质占比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身体合成肌肉的效率会下降。如果你每餐摄入的蛋白质不足30到40克，你就无法触发不动合成肌肉的开关，亮氨酸阈值。别再迷信全素饮食能长寿了，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优质的动物蛋白是防止身体萎缩的唯一建筑材料。你必须摄入足够的蛋白质，配合抗阻力训练，才能守住你的生命底线。第7条，代谢健康，别让你的身体浸泡在糖水里。即便你的血糖数值在正常范围，如果你的胰岛素水平常年偏高，你依然在慢性自杀。高胰岛素血症是所有慢性病的温床，它会引起炎症，损伤血管，甚至喂养癌细胞。阿提亚建议通过持续血糖监测 CGM 去观察你的身体对不同食物的反应。你要追求的不是血糖不超标，而是血糖曲线的平稳，起伏越小，你的血管寿命就越长。第8条，睡眠是神经系统的洗澡水。阿提亚博士曾经也是个睡眠剥夺者，但他现在是睡眠为最高优先级。睡眠不足会直接切断大脑的类淋巴系统排毒。如果长期睡眠不足7小时，你大脑里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就会像垃圾一样堆积，这是阿兹海默症的入场券。睡不好觉，你所有的健身、饮食努力都会在炎症中抵消。第9条，情感健康才是长寿的分母。这是阿提亚在《长寿》一书最后一段给出的震撼结论。如果你身体极度强壮，却活在孤独、抑郁或严重的精神内耗中，那么长寿其实是一种惩罚。压力会通过皮质醇直接腐蚀你的免疫系统。很多所谓的健康狂人因为极度焦虑，反而死于应激性疾病。如果你不解决内心的冲突，你再怎么运动也只是在延长痛苦。第10条，稳定性 stability 训练防范那个致命的一跤。阿提亚专门设计了针对老年人的10年级10项全能训练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。为什么很多老人摔一跤后就再也起不来了？因为他们失去了平衡感和核心控制力。你应该从现在开始练习单脚站立，练习动态平衡。你要确保自己在90岁时依然能稳稳地走下楼梯，而不是被地板夺走生命。彼得·阿提亚博士的这些逻辑，其实是在撕开一个残酷的真相。在2026年这个被科技狠活和算法焦虑重重包围的时代，那种随大流的平庸的自律，已经根本无法抵御病态环境对你身体的侵蚀了。请记住，健康不是一张靠运气抽中的彩票，更不是医生在病床前的施舍。你必须像经营一份核心资产组合一样，去精确管理你的最大摄氧量、肌肉储备和代谢曲线。长寿从来不是一个静止的结果，它是一场需要你每天复盘、不断止损、追求复利的生物资产配置。